迎回到新闻大白话。那么这集要带大家来聊聊俄乌战场的部分。首先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俄罗斯遭到了恐怖攻击。那么浓烟冲天，街头枪战，现在影片也曝光了。透过我们的画面嘛，带你来看到的是，在俄罗斯的达吉斯坦，恐攻出现了9死25伤。你可以看到呢，警察跟恐怖分子在街头枪战。那么达吉斯坦的地方政府说，做出这些行为令人作呕，将针对幕后黑手进行严厉的惩罚。俄罗斯调查委员会宣布，已经对恐怖行径展开刑事调查，当然同时也正在追捕这个犯案的枪手到底是从哪里来。但其实不止在这个地方，包括了在德本这个地方也遭遇了恐怖攻击。俄罗斯的达吉斯坦恐攻之后，那么你可以看到犹太教堂也遭到了恶意纵火，世界遗产呢现在等于是化为乌有了。透过我们画面可以看到呢，这在德本的一处犹太会堂被人纵火焚烧，就可以说是浓烟冲天。俄国犹太社区的联合公共委员会主席就讲到了，德本的犹太教堂着火，火势是完全无法扑灭的。那么甚至有人讲到，长期以来达吉斯坦的穆斯林、东正教徒和犹太人和平生活，这一次的袭击显然就是从外部来策划的，也因此很多人都很好奇，这外部策划到底是谁呢？是现在正在跟俄罗斯交战的乌克兰，又或者是有人剑指是不是这乌克兰背后的好朋友美国？到现在是谁？一个大大的问号。只不过现在连克里米亚也遭受到了攻击了。克里米亚遭飞弹攻击，酿成4个人死亡。俄罗斯怪罪美国，你应该要负责。那么呢，你可以看到这一次也造成了包括2名孩童在内4个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他们说美国对此应该要负有责任。透过我们的画面，我们要带您看到这克里米亚遭受到恐怖攻击的画面。你可以看到现场是一片慌乱，到处充满逃跑跟受伤的人。俄罗斯说呢，这个乌克兰使用美国制造的 ATACMS 飞弹击中了克里米亚度假海滩，而它是一个度假海滩哦，所以去这边的人并不是什么所谓的军人，而是一般民众。华盛顿跟基辅要为蓄意以飞弹攻击和平的居民来负责。但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呢，这 Flight Radar 24的网站数据说，其实美军的无人机在袭击之前呢，曾经位于克里米亚附近。在乌军袭击这个塞凡堡市的时候，他们发现有一架美国空军的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 RQ-4B 全球鹰侦察无人机曾经位于克里米亚东南的黑海上空。而现在中俄友好，美国是不是又想要来见缝插针了呢？我们带你看到的是陆俄议会合作加深，现在彭清华访俄，强调稳固政治互信。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彭清华，那么呢，他在6月19到23号这个期间呢，是率团访问俄罗斯，会见了俄罗斯国家社的马主席沃洛金，那么杜马主席沃洛金，那么也包括了俄罗斯的联邦委员会副主席科萨切夫，那么呢，跟这一个他们共同主持一个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联合工作组的第2次会议。彭清华就说了，其实今年是中俄建交的第75周年，在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跟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持续高水平的运行。中俄立法机构合作是2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身份。俄罗斯也说了，愿以着落实2国元首共识为基本遵循，进一步的拓展双方立法机构的合作领域，为深化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做出了一点贡献。结果现在美国是不是紧张了呢？因为这个美国的军事首长跳出来说，俄罗斯跟北韩签订一个防御协议，很有可能就会让中俄产生摩擦。那么讲这个话的人就是布朗，他说，你看俄罗斯总统普京跟北韩签署了共同防御协议，现在有另一方推挤进来，这可能会导致中国跟俄罗斯产生更多的摩擦，美方会关注这3个国家的动向。我们就先来请教一下亮哥，你怎么看现在俄罗斯遭到了多起的恐怖攻击？那个克里米亚那个不是恐攻啊，那个就是战争啊，就是乌克兰就是要打你嘛，那事实上俄罗斯也在打人家啊，只是因为他用这个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就是 ATACMS 啊，我看他每次都是打克里米亚啊，就一直都没有打其他地方，我就觉得
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啦啊，就是是不是乌克兰大概就是没有办法到接近哈尔科夫或顿巴斯那个前线了啊，因为感觉就都在这一带啊，克里米亚被打过很多次了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可能跟他的就是进攻的部队可以抵达的地方有关呐。所以你就看到常常被打了，就是因为美国给他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大概有100公里，也有300公里的啊。那乌克兰很长啊，乌克兰从那个奥德萨那个地方上来到哈尔科夫有将近900公里。哇，对啊，所以我是觉得你从这里看到他的攻势上的受到限制了，不然照理讲他应该要去打哈尔科夫才对了啊。那另外这一个我觉得比较诡异了，这个因为德本这个地方，这个坦白讲是一个穆斯林的共和国，那它内部因为它叫斯坦嘛，对，可是它内部有东正教也有犹太教，那可是以前都相处的不错，那这个我觉得有一点是要制造宗教间的冲突了。哦，那他们矛盾。对，所以他就去烧犹太的教会，然后穆斯林被打死。就是那好像有一点故意要让你觉得是双方在冲突啊，那双方会不会就这样相信？那就开始烧开了。这个坦白讲，这个从东欧巴尔干到乌克兰这一带，很多地方本来都是和平相处的，那就是火星被点燃啊。是外部挑起吗？不一定，不一定。比如说以前那个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以前他们相处的也很好啊。那波斯尼亚是穆斯林嘛，他是白种人的穆斯林啊。那结果就发生跟这个东正教的仇杀，那就坦白讲，在迪托时期大家都相安无事。那后来因为有各个地方的独立运动嘛，那各有所支持啦，那就联动到宗教的冲突，这样，实际上本来不是宗教冲突，可是就爆发开。那这个搞不好还有种族的问题，就是可能穆斯林就是当地的就是可能是中亚那边的民族嘛，那东正教跟犹太教就不是。就俄罗斯本来就是一个也是有很多民族的地方啦，那本来是相安无事的，可是像这样搞。坦白讲，这个如果是外部力量策动啊，那应该是某国的军情单位了，才会这样搞事情啊。我说实在，因为这个政治是故意要引发矛盾，所以是有很深的恶意在里面啊。就它不纯粹是军事攻击，不是啊。比如说你烧个教堂啊，然后再去打穆斯林啊，那这个就要给人家感觉好像是这2个宗教在冲突这样。那如果这样搞，那就事情就大了。这个因为这个地方我们比较陌生啦，所以我也不能推论太多。不过就说，我还第一次在俄乌战争看到这种打法。对，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介大使，你又是怎么看呢？这个共和国啊，它基本上我看了一下民族组成啊。它俄罗斯族只占3.5%，它基本上大部分是所谓的这个北高加索人种，对啊，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就是说什么塔吉克斯坦啊，还有这个讲这个突厥语的、都是穆斯林。穆斯林，它是可以说是就是说靠里海最早的一个穆斯林国家。那高加索地区最早，所以是宗教人种来讲，它是一个很多元的，很多元。当然啦，那这个里面就很容易挑起冲突，而且它的位置是在莫斯科，这个俄罗斯领土的最南端，它靠近里海边了。那它旁边就是什么乔治亚，乔治亚过去也是属于俄罗斯的这个苏联的，后来它独立了。那可是这个共和国呢，它继续还留在俄罗斯里面。那当然，它这种很容易，我觉得应该是你如果说要去颠覆的话。应该不管它的内部的这种宗教的构成、这个民族的构成啊，还有它的偏远性都是很适合下手。所以这个大概有10几个枪手在里面。那么他们事实上的话就是说打死了一个神父，然后又烧了犹太教的教堂。对。
然后呢，现在就是说，听说有一个这个当地官员的一个以儿子被扣押了，因为他涉嫌在里面，所以事实上应该是可以掌握到这个案情到底是谁来发动的啊。不过发生在这个时候，当然是很有敏感性，尤其俄乌战争这个时候。那另外，俄国事实上，美国跟欧盟现在已经对乌克兰最大的做一个让步，就是说你可以去攻击俄罗斯本土了。对，那这种攻击甚至包括就是说美制的武器你都可以用了。那如果说这种恐怖式的这种攻击哈，那可以说门槛更低了嘛。所以俄罗斯这么大的一个国土啊，全世界最大的国土，你看它靠近里海边的最南边的这个国土，现在发生这种恐攻啊，也显示其实俄罗斯这个国家它也有它的脆弱性，虽然也有它的脆弱性。那不过就是说，这一场战争，如果说俄乌战争如果在结束的部分哈，没有做一个很清楚的结束的安排啊，也就是说，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有一个比较双方都接受的一个结果的话，不管是停火，就是说就现有的阵线大家停火，还是如何的话，那要不然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这个两个国家人民之间的相互的这种仇视哈，甚至发动的这种恐攻啊，将来可能会层出不穷。那所以就是说，战争是不要轻启的，如果打起来的话，真的收尾起来哈，可能不是3-5年几十年这些冲突的因子很容易就被挑拨起来。对，所以还是以和为贵最重要。好，我们来请教一下赖老师，你又是怎么看？现在中俄关系感觉是越来越好了嘛，但是好像美国开始紧张了耶。美国一直很紧张，但是美国也没有办法啊，因为美国它两手作战嘛，它一方面在欧洲这个部分里面，其实美国对于俄乌的冲突，它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俄乌的冲突没有如美国所愿，很短的时间内让俄罗斯崩解，结果俄罗斯非但不崩解，还火起来了。那他在亚洲这个部分里面，他本来想卯足全力就是遏制中国的发展，结果看起来他踢到铁板。这么多年以来，从奥巴马然后一直到现在拜登这个10几年来，美国把中国大陆压不下去，所以他越来越焦急。那目前来说，由于俄乌的战争逼得俄罗斯是完全往东看，他的整个政策往东看的时候，他必须要跟中国大陆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而且事实上，习近平从上来以来从上台第一个访问国就是俄罗斯，那也就是跟俄罗斯就开始进行了这种更高的相互信任的这样的一个措施，长达10年。这10年使这两个国家经得起考验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国家的合作的范围越来越大，然后在外交上，在很多的公共政策上，彼此之间协调性，就是协作的关系是越来越深。在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看到美国是越来越焦虑。那俄国现在除了已经确定往东看以外，它就不能够只侵略中国大陆了，它也必须要对朝鲜、对越南、对亚洲的国家，它也必须要开始把它的力量往这个方面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美国就认为它可以挑拨韩国、朝鲜，因为俄国强化了它跟朝鲜的等于是冷战时期准军事同盟的关系，那美国人就认为我可以挑拨，可是我觉得美国的这个挑拨技术并不高明，所以他基本上来讲挑拨不会成功的。那越南也是如此，你看越南的阮明正马上就赶到北京去了到大陆去了，这代表什么？代表就是说这一些国家像越南，美国是花了很大的力气，连拜登都去越南访问，然后都想把越南拉住。结果越南不但接待普丁，热情接待普丁完了以后，你看美国的助理国务卿马上就赶去越南了。结果呢，越南的更重要的人物马上就跑到大陆去了。对，你可以看到越南的一个转向，就是已经越来越清楚，就是说你美国就是开空头支票，你的承诺、你的答应都做不到。所以他们又回过头来去寻找跟中国大陆就是邻居更紧密的一个关系。我觉得美国在
亚太地区的战略其实是整个都破了。那么连菲律宾，你看小马可仕也说了，小马可仕也说，甚至小马可仕的最重要的助手都说，哎呀，这个南海的冲突啊，这是一个误会，这是一个意外啊，这不代表两个国家要打仗，这代表什么？他们对美国的信任度一直在下降。我觉得美国在处理这个事情这些方面，它基本上来讲处理的并不理想，而且也越来越弱，越来越逊啊，它的影响力越来越差。不过我觉得目前乌克兰跟俄罗斯的关系啊，他打这个克里米亚半岛，打克里米亚半岛，其实他对于克里米亚半岛的军事影响并不大。那为什么会去打度假村呢？其实就是要破坏克里米亚的经济，也就是说，让克里米亚它没办法成为一个基本上很安全的一个地方。那这样的话，你外来的观光客，他风险高，就不太敢去。我觉得他的目的是在这里，更何况他用的是灰色地带，因为俄国是不准你使用这款，美国是不准乌克兰使用这款武器打俄罗斯本土。对。可是乌克兰认为说，克里米亚不算俄罗斯的本土，因为这是美国认定非俄罗斯的，所以他就选择克里米亚来打。好，刚刚呢，这个赖老师有讲到了越南的部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带你一起来讨论亚洲的局势。回到新闻大白话，那么这一节带大家来讨论的是亚洲局势，那我们就讲到了东南亚的越南这个部分。我们带你讨论是现在越南是不是跟中俄开始有了经济、盟国甚至是能源上面的合作，进而跟美国开始越来越疏远了呢？我们带你看到的是越南总理范明政呢即将出访中国，出席世界经济论坛会议。那么其实，在6月19到20的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采访过越南，21到22，美国驻青康达也到越南去了。但是24到27号，也就是今天呢，范明政呢，他也到中国去，6月25号要参加达沃斯的论坛。只是路透社就指出了，中国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越南相当依赖中国的供应制造业的材料跟设备。只不过现在美国是不是遭到忽视，中俄成为越南拉拢的主力呢？为什么会这么说？我们先带大家来看到的是，美国政府之前推有岸外包的策略，寻求跟越南来深化关系。那么呢，越南因为具有了这个中国邻近性等因素，成为美国纳入半导体有岸外包的新制造地点。但是日经中文就说了，这供应链的转移背后还是中国资金啊，所以美国有岸外包拉拢越南失败了吗？那么我们其实带您看到这个历史背景，包括1955年到1975年打的越战，又称为这个越南抗美救国战争。当时北越背后站的是苏联跟中共，南越背后则是站的是美国。不过最后呢，美国是放弃了南越。那么1974年，当时有一个西沙海战爆发，那么当时呢是中国拿下胜利。1979年则是中越战争，苏联组了一支军事顾问团，紧急赶到越南的河内，帮助越南军队来作战。那么是不是现在越南觉得中俄相对来讲比美国来说更加可靠了？那么越南突然访问中国，难道是为了这个稀土的铁路吗？李强出访马来西亚，当时就说了中马深化双边关系。那么东海岸铁路考虑延伸到泰国。我们带你看到这张图哦，这个马来西亚这边的这个铁路呢，其实呢这个中马共建“一带一路”的东海岸铁路建成之后，可以把货物从关丹港运到中国，成为马六甲海峡之外的新选择，也冲击到新加坡它的枢纽地位。所以呢，这个东海岸铁路将经过泰国。那么现在泰国跟辽国也要来做一个跨境铁路，而且7月份就要来试行了，有助于改善连接中国的交通。那么新铁路一旦正式投入运作，将改善两国跟中国之间的交通，促进3国间的贸易和旅游等行业发展。那么现在经过越南稀土的最大宝库中越火车的路线，可望来说是大升级。那么中越致力于升级铁路，让铁路穿越了越南稀土中心地带，而且还要连接云南省跟北越的海防市。那么呢，现在范
范明正呢，他在2023年11月，也是去年的时候，曾经发表声明，呼吁应该升级中国南部昆明跟越南港口城市海防的铁路。那么说好要建，到现在都还没有动。而现在越南呢，不只要在铁路上跟中国合作，传出呢，因为波音真的出事太多了，他也要来买 C919了吗？国际财经说，现在空巴跟波音的订单积压，越南航空评估要采购中国的商飞载体客机。泰国先锋报引述越南航空高层呢，在股东会上有讲到了空中巴士跟波音的订单现在是越积越多，公司就在评估是不是可以跟中国来买飞机。青年报则是引述越南航空首席执行长的谈话，说越南航空对于中国的商飞 C919非常有兴趣，只不过现在为什么大家呢对于波音越来越没有信心呢？带您再看一个例子，这波音的星际飞船返航又要再推迟了，状况一直出现，现在2太空人的生死，现在大家都在关注，因为光发射就一波三折了，原本说5月6号，后来也延到6月1号，又延到6月2号，通通没有成功。那么呢，其实终于在了这个6月6号送2个太空人上太空了，但是太空船推进器故障，差一点就没有办法对接到国际太空站。CNN 说，这个返航计划已经是第3次推迟了，确切回程的日期没有定，可能至少要到7月初了。但 NASA 就说了，大家要放心，他们会晚回来，但是不会不回来。只不过大家就想到过去一些例子，看了之后，大家还是觉得心里毛毛的，包括了升空73秒就爆炸，32年前的挑战者号在14600公尺的高空解体，当时7名太空人全数罹难。那么呢，现在为什么美国这么的关注？因为美国不能丧失掉他们太空霸权。这一次的太空探险平安归国，对美国来讲至关重要，尤其是在现在的这样子的美国而言，对他们来讲，拿到太空战场才是对他们最有利。我们先来请教一下亮哥，亮哥你怎么看现在越南的态度呢？我觉得越南就是阮富仲总书记讲的，他是竹子外交嘛，就是竹子的底部很坚硬，可是它不管长多高，它都柔软度很高啦。那我觉得他是根据他自己的国家利益来选择跟谁合作啦。那基本上不得罪各方啦。我们用美国做例子啦，越南就是美国友岸外包重点之一嘛，就是美国希望大陆的一些外商能够迁出来嘛，比如投资越南啊、泰国啦、印度跟墨西哥，那这里面最成功的就是越南啊，那这个大部分都是组装啦，电子组装业啦，那组装好就出口嘛，目前越南对美国顺差1000亿美元了，这是它最大的贸易国，这个中国大陆没有想要去挑战啊，因为这个没有办法啊，可是越南真的很需要中国大陆的民生工业用品啊，还有基建啊。比如说你讲到稀土，越南即使自己开采或者美国来开采，你还是要送到中国提炼啊，因为所有的提炼专利几乎都在中国啊。所以我是觉得他跟中国大陆没有办法不合作啦。还有比如说 RCEP 啊，那个越南也知道有泛亚铁路，现在这个中老都已经盖了嘛，那接下来就是要延伸到曼谷，又要延伸到马来西亚，那它本来也是中南半岛的重要国家，它怎么可能不参与啊？所以就这点来讲，他当然知道他不可能不要接受中国的力量进来啦。那俄罗斯就是它是军购主要的来源嘛，以前都超过80%啊，那现在大概降到60%。那他现在大概要把俄罗斯拉进来做能源的投资啊，因为他本来是跟美国投资啊，那结果他在这个海域在开发天然气，就常常会遭到中国的杯葛啊，因为有那个主权的争议嘛，那他就想说，如果是俄罗斯，可能关系会好一点啊，所以我坦白讲啊，这个越南，我认为早晚也会参加金砖国家啦。因为今年看起来泰国、马来西亚都会申请那越南我是认为他不太可能不参加了，因为他跟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这么好所以我觉得这很难说亲谁啦，而是你去看美国有给机会啊，美国要搞那个印太经济框架 IPEF 啊，到现在双边会谈都还没开始啊，
所以就很虚嘛。所以我觉得他去选择中国大陆做那个民生工业用品跟基建上的合作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我们想问一下赖老师，你怎么看这个稀土铁路这件事情呢？是这样子哈，因为越南本身的左右摇摆，就像刚刚讲的啊，例如说他阻止外交，他认为他柔软，可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左右摇摆。左右摇摆的国家，基本上来讲比较不安全、不可靠。那不安全、不可靠，就很难长期的合作。尤其在基础建设这个部分，通常都是30年、50年的合作，因为你要回收资金，要回收，施工时间那么长，而且都是用国家主权的在线来做担保。那这样的一定是要2个国家是比较相对稳定啊，那这个关系可靠，中国大陆才有可能去进行大规模的投资。由于越南不断的摇摆啊，跟大陆一下子好，一下不好，一下好，一下不好，所以你看在基础建设这个部分，大陆在越南这个部分，它基本上就缓步进行，小心谨慎。那越南现在面临最大的困境就是基础建设不够，铁路不够，因为原本他希望跟日本合作，日本做不到，连大桥日本也盖了一半就垮了，也做不到，然后需要电也不够，然后需要美国提供给他，美国也没办法提供给他，所以对越南来说，它的基础的东西没有电，水也不够，然后呢，铁路也不行，工业园区也不够完善，怎么办？那您看到稀土的问题就在你只能看到一个广大的稀土，藏量、存量很大的一个稀土，但是你却无法去使用，无法开采，因为稀土的体积面积这么大，你需要大量的电、大量的水，你要来提炼它，那你需要用铁路、用海运来把它运出去，然后送到中国大陆来提炼。那请问一下，你要靠什么？当然要靠铁路，可是你要靠越南来做，越南做不到。那你在这部分又需要中国大陆来帮忙，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越南本身啊，经过这段时间的折腾，它已经慢慢的越来越清楚了。也就是说，再折腾下去对越南并不利。为什么？原本在东盟的国家中有2个国家比较折腾，一个就是越南，一个就是泰国。泰国原来的高铁，中国也有兴趣，可是泰国也是一样，跟越南一样，都选择跟日本合作。结果日本在泰国也没成功，在越南也没成功。那您看到结果，中国老挝就反而很坚定的选择跟中国合作，反而中老铁路开起来了。那现在泰国现在也后悔了，也愿意跟中国大陆接。这一接很坚定的另外一个国家就是马来西亚。你看马来西亚的这条铁路一接的话，对新加坡影响就很大了。那我们来请教一下介大使，你是怎么看的呢？其实我觉得越南跟美国的这个合作基本上是有局限性的。其实最大的还是在这个就是所谓的意识形态跟政治稳定上面的。因为现在越南虽然是改革开放，它一切都是学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政策，可是越南还是共产党的政权。基本上谁都知道，跟美国做朋友以后对美国开放社会他进来的 NGO 啦，然后呢这些吸收你大批人去美国留学啦，他都要灌输你美国式的这个价值、政治意识形态跟政治价值，然后呢会干涉你本国的你内部的政治运作跟政治意识形态。那说实话，现在全世界就共产主义国家3个了，美国是看到共产主义国家都想把人家改造一下，对不对？那你只要存在，对美国来讲就是要怎么样让它不存在的。所以越南非常清楚，你如果跟美国这个关系发展的太深的话，美国一定会手伸到越南国家里面来。而且现在越南跟中国大陆来讲，有一点唇亡齿寒的这种关系，也就是中国大陆这个共产主义现在逐渐它不断的演变，变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且它也走出一条成功的道路，在改善人民生活，在社会这种各种的运作的改善上那个中国大陆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比欧美的这些制度还要强，对不对？不管是建设这个经济的成果这个人民的财富分配，然后社会的这个稳定那个安全来讲，那现在美国、欧洲都觉得很吃味所以
对越南来讲，中国大陆的继续这个现在的体制继续存在、继续茁壮，对越南这个国家，它可能受到内外的压力也会减少。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越南也是蛮清楚的。那现在又加上一个俄罗斯也来玩越南的话，那越南更不可能往美国方面走。所以美国的。继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韦佳琪。那么这节从国内政治要带你一路聊到国际情势去。那么加入我们这节来宾，包括有前驻纽大使介文吉介大使午安，佳琪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我们的国际政治专家赖月先赖老师午安。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稍待一会呢，还会有这个耶鲁政治学的博士亮哥加入我们的行列。不过今天我们先带大家来谈谈哦。当然，今天早上9点半，观众朋友不晓得你有看这个总统的记者会吗？今天除了讲国会改革之外，当然外界也很关心了，就是讲到这个中国惩治台独的这件事情。那么今天呢，在这个问答时间的时候，赖清德总统也做出了回应。那么他强调了，民主不是犯罪，专制才是罪恶。中国并无跨域追溯台湾人的权利，而且他还讲到了，不管你是台湾派、中华民国派，或者是中华民国台湾派，在中国的眼中，通通都是台独。因此，希望朝野应该要共同来面对这个问题，大家团结合作。所以有人就说了，你是不是把全民都扣上了台独的枷锁呢？那么中国的新令惩治台独国安单位说，现在台湾人要到中国大陆去，恐怕更危险了。国安单位说，除了统派以外，其他包括主张中华民国的都算台独哦，所以要到中国去要特别小心。所以呢，我们的节目就来问，奇怪了，那请问一下国安会，如果这么危险的话，会不会发布了一些像是商业针对台商、就学针对在大陆的留学生，或是旅游禁令吗？那么现在国安会是暂无回应。只是现在两岸的局势是不是越来越紧张了呢？我们带您看到这张图，你可以看到6月23号6点到24号的6点呢，南北跟东北部都有共建起飞的直升机各一架侵扰，甚至在北部我国东北及东部距离基隆只有45里，南部接近鹅銮鼻外海也有55里的地方也出现了这个共建的痕迹。那么当然现在大家都认为两岸局势是不是越来越升温了？而我们要持续带你来看到的是，现在要补充兵员，这个兵员不够嘛，那么补充兵役的门槛是不是要提高？为了增加兵员，内政部打算提高常备役因为家庭因素申请的补充兵役门槛，包括取消一男家庭为低收入或是中低收入户可以申请服补充兵役的规定，而且还要提高家属罹患身心障碍跟癌症的等级条件。那么今年的汉光呢，他说又不演了，他们呢直接要来上场，为了更贴近实战化演练，今年的汉光演习采取不会预演、预校三军部队都是直接来，以验证实战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的各种状况。但是呢，你取消了实兵对抗，有学者就认为这恐怕会功亏一篑，因为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的研究员接种就讲到了，名义上的红军模拟攻击可同步演练重要据点夺回作战，取消实兵对抗的训练，可能让本次的汉光实战操演整个可以说是功亏一篑。而其实呢，他们说中国大陆无需入侵，最有可能拿下台湾吗？提出这样的警告的人，竟然是美国智库。他们说呢，根据智库的研究警告，中国可以不用费一枪一弹就可以孤立台湾，削弱台湾的经济。他所做的策略呢，其实就是隔离策略。只不过现在美国是不是还是挺着要来硬撑呢？解放军登陆舰编队到了南海去开展这个实战化训练。中国解放军海军近日组织多艘的大型登陆舰到南海的某一个海域去，全天候开展实战化训练。为期4天的海上训练当中呢，编队行呢靠这个漂泊舰、营救落水人员等等多个科目的训练，检验舰艇指挥员的应急处置能力，甚至还有这个站位号手的协同作战能力。而其实在南海的局势也是相当的紧张，小马可是说其实菲律宾是无意挑起战争的，他们说他们将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而现在大陆呢展示了战斗机器狗，结果没想到美国国会觉得有威胁了。上个星期美国国会正在进行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的讨论，那么结果就有一个众议员突然提到中国大陆正在部署这个什么所谓的携带自动步枪的机
机器狗，让他们好紧张。但是你别忘了。当初说要提升机场防御，美国的空军不是也引进了机器狗吗？那么美国空军正式引进了当时在2020年这个幽灵机器人，美军首支操作这个装备单位的空军第325保安中队将与机器狗进行任务展示。它可以在任何的地形环境执行任务，而且它的复杂性低，更可以很耐用，又相对来讲比较灵活。奇怪，你美国2020年就拥有了，但你怎么不说这也是对全球威胁，反倒是现在中国大陆用了，你就说它是威胁呢？我们先来请教一下亮哥，亮哥加入我们的行列，我们想要来问一下你怎么看？这赖清德今天好像把大家都扣上了一个台独的枷锁。赖清德这个就跟他接受《时代》杂志访问的时候，他就把马英九扯下水嘛，说两岸互不隶属，马英九也有讲啊，我跟他一样啊。我跟你讲，他就是碰到问题了，他就躲在中华民国后面，然后说大家都跟我一样，这次也是啊，这个反台独22条，他就说大家都跟我一样啊，所以国民党你也是独派啊。他既然今天我刚好碰到侯汉廷啊，对，他说只有统促党不是独派，那侯汉廷说那你把新党放在哪里啊？而且赖清德在黄埔军校的致辞还说。台湾内部有假黄埔，有投降主义耶。那请问投降主义跟假黄埔也是独派吗？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就是碰到了危机就躲在中华民国跟马英九后面我觉得，然后这个碰到国内斗争就跳到最前线。我觉得这真的是。国家领导人做成这样实在太离奇了啦！碰到两岸的危机，你就躲在国民党、躲在马英九后面；那碰到国内斗争，你就跳到最前面，说人家假黄埔啦、投降主义啦。今天市县他还要跳到第一线他总统府自己要提出市县要市那2条跟他有关的，我真的没有看过市县还总统府自己跳出来的。以前都是就是民进党就总刮了5条就一起释宪嘛，结果你总统府还要释宪他还讲了一句他说在释宪还没有出来之前，请蓝白在野党不要贸然行动。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这个释宪还没有出来之前，你不可以要我来做国情咨文嘛，就这个法律不生效嘛。真是不可思议这个人就对国内政治的议题你就是一只斗鸡那两岸的议题本来想当斗鸡，那碰到危机了，那现在都躲在马英九后面对《时代》杂志也说我跟马英九一样，那现在对反台独22条也说，马英九跟我一样都是独派啦，这个不知道讲给谁听这个反台独22条如果你还不了解那个大陆的用意那表示你对两岸的问题真的是完全没有进入状况而且好了，就像你这样讲说全台湾大部分都独派了，那你还要开放两岸旅游，那你是要干嘛？不是都很危险吗？那你还要开放，还要说大家来谈这个那个很欢迎福建团来马祖踩线我们也愿意跟你来谈旅游那不是很危险吗？不是随时都有可能违反台独22条，大家都有可能被逮捕那你还叫大家去旅游然后陆委会又在那边放一个讯息，陆委会针对反台独22条，陆委会有新闻稿他说请国人去大陆务必慎重评估必要性，一团乱我觉得这个政府真是一团乱不知道干嘛这样陆生陆客都不用嘛。因为来台湾就是搞统战不然就匪谍那我们去那随时可能被抓因为大家都是台独这不就是你的认知吗？就你明明知道你的认知是错的，还不去面对自己的问题，不然也做个台独的男子汉嘛。你在立法院都敢在立法院行政院长备询说我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你现在为什么没有这个肩膀你公开出来讲我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立法院当行政院长的时候都敢，当了总统出事了就躲到马英九后面，躲到国民党后面，把全台湾都拉下来当垫背，可笑至极嘛！那你到底在干嘛呢？请问你到底在玩什么？那以前蔡英文讲的如果都跟你一样，那为什么反台独22条蔡英文当了8年都没出现啊？人家就针对你来的，你这样还要扯吗？马英九任内、蔡英文任内都没有反台独22条啊，就你当总统才当1个月就出来了。那你现在又说我跟马英九、跟蔡英文都一样，我的天哪！这个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担当不知道在讲什么国家定位了如果自己讲不清楚，那就不要讲嘛，不要去惹这个马蜂窝嘛。你既然自己这么没把握，讲不清楚，也没有担当，要负这样的历史责任，那你就不要讲嘛。讲了大家都跟你一样陷入危机之中，陷入那么大的两岸的风险，简直莫名其妙啊。那我们来问一下介大使，尤其是现在两岸局势一直在不断的升温当中，当然兵源就很重要了，募不到兵怎么办？现在竟然提高了这个补充兵役的门槛，你怎么看呢？他都要加薪啊，因为事实上的话，当兵的人我们过去这些军校的朋友还有去在从军的，真的蛮尊敬他们的。他们是一天没有38制的他是一天24小时都在军营那以前我们在这个外岛当兵的时候，3个月不能回家，你每天都要穿着军服。像我们我们正常工作，我们这个上完班回家，还有怎么跟家人孩子聚，当兵的通通没有。可是他们的薪水很低过去这些所谓的黄埔的子弟那是有革命精神的，他有理想的，他有国家的效忠，他知道哪一个国家的，对，非常清楚。所以他们都有什么牺牲小我的精神。那你现在搞得，现在说实话，这个人家针对台独的，他说全台湾都被针对，我就没有觉得我被针对对不对？那台独22条，我觉得跟我没有关系对不对？他这个连这个都可以这样子扯的话那人家军人就说为何而战，对不对？我不是为台独今天我明明不是为台独而战，你也说我为台独而战。因为都往当台，所以就搞混了。那你就要回复你人家的工作那种牺牲性命的这种冒险的本质，那是高风险的职业那你给人家薪水给多少？你以为都是那些都是当义务役的，你给他24000一个月，就觉得已经对你很不错了，对不对？人家是要冒生命危险的，那你要提高待遇，对不对？你不要一天到晚就给美国买武器，一买就买6000亿。对不对？我们这个军人待遇有提高吗？不要说军人啦，每天在第一线打这个救灾救难的打火兄弟，对不对？装备也不足，然后呢，然后要什么没有什么，讲了答应了都没有，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我们的军人事实上真的是现在被他搞得不知为何而战。变成搞得我们大家都变台独分子，照他讲法，我真的搞不清楚人家是针对台独的，就偏偏讲所有台湾人都是被他针对的。那今天在大陆还有100-200万台商呢，那不是立刻都被抓起来了吗？对不对？就是说，这不晓得在讲什么那你把国家搞得这么混乱，对，你要去面对问题，不是把大家都拖下水。军人也要知道我今天为何而战，搞了半天。我们在大陆的眼睛里都是台独，那我们今天跟大陆打仗，我们就是为台独而战了吗？你问一下我们这些黄埔的子弟，有几个愿意为台独而战？那你也很清楚所以你才会说那些人不听你的就是假黄埔嘛，对不对？这些假黄埔起码你不要今天讲什么统促假黄埔也应该不是台独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你不是这样子态度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国家一步一步走向战争的危机了。现在这个情况是这个样子，如果没有战争危机，你干嘛一天到晚要扩充兵源，一天到晚要把美国人找来，对不对？我们过去过得好好的，要好好检讨一下，为什么今天台湾搞成这样？我们在台湾的我们2400万台湾人不能够安居乐业，不能够有好好的计划未来，对不对？
不要说我将来这男生我就赶快送到国外去念书啊，不要打仗啊，我们要远离战争的阴影。可是你今天赖清德这样做法的话，真的只有把我们一步一步往战争的这个深渊里面带。这个真的哈，我觉得他应该要夜深人静，应该好好的思考一下，他的一人啊，生系2400万人的安危，不能这样子任性啊。我们来请教一下赖老师，你怎么看？除了两岸局势之外，现在南海的局势也逐渐在升温当中。南海的局势，我想主要是菲律宾小马可斯总统的改变啊，因为之前杜特地时代的是5年，南海真的是相对稳定。不但南海共同行为宣言走了，而且呢也已经开始往这个南海行为准则走。大家都觉得说，这个南海稳定了，那么中国跟东盟之间的关系都相对来讲都觉得说，这个对亚洲国家都很好。结果小马可斯上来了以后他违背了承诺，违背承诺其实主要是因为他欺骗了杜特地家族，他当时就是用欺骗的方法，因为他本人当选不了，然后他跟杜特地说他愿意延续的杜特地的外交政策，那所以他们2个家族结合，那就高票的当选了。那笃定的当选以后呢，结果他就反悔了，他就等于是好好的骗了杜特地。那杜特地家族，你看他女儿也脱离内阁了所以他们2个家族彻底决裂。小马可斯的挑衅的南海，大家都知道跟美国有关。美国在2022年的时候，就在夏威夷成立了第一个平海战斗团，大概有3000多人左右。去年呢，又成立了第2个平海战斗团，在琉球群岛。那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027年，要成立第3个平海战斗团。那美国的任务就是说，我成立这3个团的目的就是要去打中国。要在海战中，那么支援他们的空中然后把中国大陆的海军在南海、台湾海峡跟东海这个地方摧毁。现在解放军也针对于美国的平海战斗团开始进行这种登岛的一个作战的一个方式。换言之，也就是说，由于整个地缘政治来讲有利于大陆，大陆在感知系统、在情报收集系统、雷达，还有军事卫星的侦察系统中，对美国把它的平海战斗团把它分散化、小股化，以及例如说在巴丹岛，就巴士海峡中间一样，那么解放军比较能够掌握住他们的这个美军的动态，所以他们的作战的方法可以用无人机，可以用导弹，然后可以用战略轰炸机，到最后你海军陆战队要登陆。那海军陆战队要登陆的时候，你怎么样减少自己的伤亡？机器狗作战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使用的一个方式了。换言之，也就是说，在整个平海战斗中，美国自己本身也发觉，就是它一旦进入那个岛屿之后，它反而会被限制住。那如何能够让它机动？它要靠的是海上跟空中的运输。可是这基本上一旦被发现，它基本上就被摧毁。所以我觉得南海之间的较量是越来越紧张。美国到目前为止没有把握可以打赢这场战争。好，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回来带您继续讨论国际局势。